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，足以证明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重大过错。依据有关法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准予原告苏婉晴与被告宋明书离婚。被告在婚姻期间持续大额的为第三人林薇薇女士消费，包括但不限于房产、珠宝、奢侈品等，总价值超过3000万元。我要求被告就这部分损失进行追回，并且额外赔偿。法官，这些钱是我自愿赠与薇薇的，是我个人。宋明书，需要我提醒你吗？法律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而你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，用我们的钱养了另一个人8年。苏婉晴，你不要太过分！那些钱是明书心甘情愿给我的，你凭什么？凭我是他法律上的妻。你好，我想找宋明书的主管领导，他生病了，我来帮他请假。女士，您没开玩笑吧？您说的那位可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宋总。什么？而且我们老板和老板娘每天一起上下班的，老板娘貌似也不是您呀。婉晴，你不是发高烧吗？你这件西装顶得上我1年工资，却偏偏跟我装成挣5000块的小职员装了8年，是吗？你拿我嫁妆创业跟我说破产欠债，我为了帮你还个清，累到发烧都不敢休息。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戏弄我？婉晴，我可以解释。没什么好奇怪的，当初我嫁人的时候他就说了会一直等我的，就连他的公司他的事业也都是我的，所以他确实没有1分钱可以给你，都是你的。所以你不仅对我隐瞒了身份，还对另一个女人做了厮守呵护一辈子的承诺，对吗？那我呢？这8年又算什么？婉晴，那些钱公司很复杂。有什么复杂的？他说过他的一切都属于我，至于你，名分给你了还不够吗？我才是宋明书法律上的妻子，你以为真可以1分钱不给吗？婉晴，你听我说，我喜欢和你一起过那种简单日子的感觉，真的。我没想过要一直瞒着你，我计划过段时间就告诉你真相。过段时间？8年？宋明书，我们结婚8年了，8年不够长吗？还是你觉得我蠢到可以骗一辈子？不是的，婉晴。等你有钱了也给我买一个爱马仕。买，到时候给你买2个，一个拎着一个背着。原来你真的买了，只是给了别人。薇薇只是朋友。明书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要是跟薇薇有什么，也轮不到你了。她刚离婚，情绪不太稳定，我只是在照顾她。她这个人最喜欢开玩笑了，刚才那些话是在逗你玩，你别放心上。婉晴，你相信我。相信。宋明书，再不还钱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对不起，婉晴，我创业资金实在周转不开，才借了50万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还。这是我妈给我的嫁妆，里面有20万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剩下的我们再一起想办法。我相信你。婉晴，我这辈子绝不会辜负你。相信你，宋明书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，你们只是朋友。宋明书，我们离婚吧。这句话一共有8个字，一个字100万，买断我们俩的婚姻，成全你们俩，很划算吧？
婉晴，你冷静点，我们回家说。你是说那个月租700、墙皮脱落的老房子？别在这里闹，影响不好。放开！不，除非你答应我，跟我回家好好谈。苏小姐，要我说，你真的该知足了。妻子这个名分，多少女人求都求不来。你要是嫌明叔给的钱少，我做主，以后让他每个月多往家里拿5000，不，8000，总该够你花销了，可别大手大脚。赶紧趁打折囤一点。小姐姐，可以再便宜点吗？唉，丑是丑了点儿，好歹省钱。苏婉晴，你疯了！你的头！疼，明叔，好疼！你瞎了吗？没看到微微受伤了？拿冰袋来，现在！你先回去，我现在要送微微去医院检查，我们的事儿改天再说。宋明叔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两清了。什么？你不是觉得800万太多吗？那好，你欠我的嫁妆，欠我8年的青春，欠我受的这些伤，我会在法庭上一分一分讨回来。还有夫妻共同财产，包括你用我的钱创办的公司，这些年的盈利，给林薇薇买的房子、车子、珠宝，所有的所有，我都会拿回属于我的那份。你做梦！是不是做梦？我相信律师会给我答案。回来了，正好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微微本来就身体不好，你今天那一巴掌让她旧伤复发了，医生说她需要人照顾，我过去住几天。不用告诉我，咱俩现在正在离婚冷静期，你想住哪儿都可以，不用跟我打报告。婉晴，你别这样。我知道你今天情绪不好，但我们的事可以改天再谈。微微现在需要我，需要，你需要我时我都在，我需要你时你在别人那里，公平吗？不，但婚姻从来不讲公平，讲的是心甘情愿。好。婉晴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要走吗？我帮你收拾，省得你再跑一趟。我说了，只是几天。那就永远别回来了！带着你的东西和需要你的人出去！明叔，晚上的邮轮拍卖会你还陪我去吗？你说好要给我点天灯的那条项链。去，答应你的，我一定会做到。那种高档场合，苏小姐怕是没去过吧？不过也是，那种地方规矩多，不适合苏小姐这样直爽的人。婉晴，我不是不想带你去，只是那种场合都是生意伙伴，言行举止都要注意，我怕你不适应，万一的说错话做错事儿，得罪了重要客户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滚！滚出我的房子！快滚啊！婉晴，这是我们的。不，这是我的。月租是我交的，水电煤气是我付的，家具家电是我买的。你除了在这里住了8年，还付出了什么？
这8年你交给我的家用每个月5000，刚好够房租和基本开销。我说不够，你让省着点，我省过。你却给另外一个女人大肆挥霍，还说只是朋友。好，我走，但你别后悔。滚！谢谢你的成全。谢谢你给我送证据，拿不到宋明书背叛婚姻的证据，会对我起诉离婚，拿到更多的财产产生阻碍。好在现在有了。一宝，这大概是你这辈子唯一一个孩子。医生说你身子弱，要好好补补，这段时间要静养，不能受刺激。我知道啦，哪有这么矫情？就是我身上还有点冷，你晚上抱着我睡好不好？婉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哪里不舒服？例行体检罢了。明叔，我有点渴，你去帮我买瓶水好不好？好，你在这等我。照片收到了吧？明叔睡着的样子很可爱，对吧？他喜欢从背后抱着人睡，手臂会环得很紧。让开！你怀孕了是吧？你想做什么？打掉。这是我的事。这也是我的事。明叔的一切将来都是我的，我可不想多分给一个拖油瓶。我劝你听话，自己处理干净，何必生一个没人爱的小孩？恶心了明叔，也苦了你自己一辈子。我奉劝你把刀收起来，这里是医院，你真弄伤了我，你自己也别想好过。明叔，他疯了，他拿刀划我！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报警！对，报警！查一查刀上的指纹。明叔，我好疼。坚持住，医生马上来。婉晴，对不起，我当时太着急了，我不知道你怀孕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孩子的。怎么还会有？我再也不会有孩子了。婉晴，你别这样，你看看我，求求你了，是我不好，你看看我好不好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宋先生，你好，这里是法院。你起诉和我离婚，还冻结了我所有资产。是的，我还要你1半的财产，以及赔偿这些年的精神损失。你就这么绝情？8年婚姻，说撕破脸就撕破脸！苏婉晴，你转过来看我！我不相信你会这么绝情。绝情？宋明说，出轨的是你，骗我8年的是你，害我流产的也是你。
现在你来跟我谈绝情？我没有出轨，那些都是误会。微微只是朋友，我在帮她渡过难关。你非要闹到法庭，让人看笑话是不是？我撤诉，回家。只要你回来，我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不是只想去欧洲吗？我带你去。想要什么首饰，我给你买。微微有的，你都会有。我名下所有的财产，我都可以加上你的名字，我的一切都属于你。这个男人到了此刻还在用物质当诱饵，以为我和林薇薇是同一类人。如果我要的真的只是钱呢？我又何必生气，又何必把自己闹到这个地步？我只是恨你耍我。说完了。你从哪里弄来的？你不如问问他。明叔，那天晚上你喝醉了，一直拉着我不放，我没办法，我只是想让苏小姐来接你。婉晴，那晚我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这是意外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。醉酒，意外。宋明书，你醉酒后记得回家要换鞋，记得洗澡水要调温度，记得让我给你煮醒酒汤。怎么到了他那儿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一次是意外，2次是偶然，那这8年呢？你给他买房子是意外，带他出席拍卖会是意外，公司里人人都叫她老板娘也是意外。老板娘貌似也不是您呀。我够了，你什么都不用再说。下周3开庭，希望你能准时出场。苏婉晴，你一定要毁了我才甘心吗？毁了你的是你自己。从你用我的嫁妆开公司却瞒着我那天起，从你第一次对他动心却还睡在我身上那天起，从你为了他踹掉自己孩子起，你就已经不配被原谅。听说这个被告可是那家新贵公司的总裁，据说资产上百亿呢。他老婆离婚分完钱，岂不是一辈子都花不完？这哪是离婚，是发家致富吧？怪不得这门口申请旁听的人这么多。走走，快开始吧。根据初步调查和我们提交的证据，我方当事人苏小姐提供了自己的嫁妆支持被告创业。宋明书作为明成科技的实际控制人，其名下资产应涵盖公司股权及相应分红，因此我方要求平分夫妻共同财产。没错，我方承认，按照法律规定，这确实是应该平分的夫妻共同财产。可是，夫妻共同财产可也是包括负债的。法官，我方当事人宋明书先生在公司成长期为了回馈员工，连续5年只给自己开具1元人民币的象征性年薪。我们提交的合同、财务、税务证据可以清晰证明这一点。而且苏婉晴女士主动提供她的嫁妆给宋明书先生创业，两人在家中的生活开销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苏女士的工资扶持。这里我们也衷心的感谢苏女士对这段婚姻关系的支持，对家庭的付出。也就是说，您慷慨的把您的嫁妆、工资和存款作为婚后夫妻共同财产使用。宋明书，你还要分我的存款是吗？不，苏女士，宋先生可不是这么不知感恩的人，只是确实是有一些客观困难。由于研发投入巨大，宋先生名下不仅没有存款，还背负着400万的经营性贷款。根据法律，这属于家庭共同债务，苏女士理应承担其中的200万。1年只拿1块钱，这老板当的也太辛苦了吧？还真是个正经创业的。那这女的还要分人家钱，人家都欠债400万了，这离个婚还要背200万债，
太惨了，看来这女的只能共富贵，不能共吃苦啊。怕不是看总裁有钱了，想离婚当单身富婆吧？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，200万可不是小数字哦。赔钱。婉晴，我瞒着你是不想让你担心，我真的1分钱都没有了。不仅如此，法官，我方当事人为了维持这个家，在所谓的总裁光环下，背地里却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拮据生。他名下所有的信用卡额度都已经透支到了极限，而每一笔消费竟然都是给苏女士购买的一补缴家中的水电燃气，甚至是苏女士父母的养老保险。保持安静！没想到这短短几天，他们准备的这么充分。苏女士，对方提供的流水账单在形式上非常完整。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这些资金的真实流向，法官很可能会采信他们的说法，判定400万为共同债务。男的真的是仁至义尽。被告坐下，听到没有？我不离婚，我不同意离婚。婉晴，我知道这8年让你受苦了，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以后啊！我瞒着你债务是我错，我改。你要是误会我和薇薇，我以后再也不见她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婉晴，我把公司所有的盈利都投入到了研发中，就是想给你一个真正的未来。我怕你嫌我没本事，只能去不断借款来维持我们那个体面的家。这些债务，我本想一个人扛的。苏女士，当你穿着得体的衣服，享受着宋先生用贷款换来的安稳生活时，你可曾想过，他每天在外面为了那400万债款如何低声下气？现在公司刚有一点起色，你就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出轨传闻要平分财产，甚至还要让他净身出户，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太过分了！男人在外面借命养家，女人在家里算计离婚分钱，这简直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。你看那流水，宋总自己连件新衬衫都舍不得买，钱全花在老婆和老丈人身上了，这女的怎么下得去手啊？这种女人就该让她背债，不仅要背那200万，还得赔偿人家的精神损失费。婉晴，这次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不会有任何隐瞒。宋明书，你的戏演完了吗？深情人设是不是很好用？婉晴，你是不是以为用真流水假账目，再给我扣上道德高帽就能逼我放弃离婚，或者把我永远钉在耻辱柱上，不仅拿不到1分钱，还要还莫须有的债？既然你说是误会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对对账。法官，针对被告主张的1元年薪与共同债务，我方提交专项审计证据，请看屏幕。第一，关于1元年薪，被告宋明书利用该人设规避个税，却长期报销他在高端会所、高档商场的私人消费，总额高达数百万。第二，那400万贷款是被告虚构贸易合同，转移给林薇薇公司的财产，属于恶意转移财产。我靠，有反转！对啊，明成科技这么大的公司，区400万负债一直放着不管吗？安静，请勿喧哗。反对，法官，这是证据突袭，我方严重质疑原告提交证据的合法来源。这些涉及商业机密的审计报告和私人消费明细，原告作为一名非公司管理人员是如何获取的？如果这些数据是通过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、窃取商业秘密或雇佣私家侦探、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等手段获得，这些证据不具备合法性，应当被当庭排除。对，这些证据都是非法的。是啊，要是证据来源不正，那这些照片和报告还能算数吗？虽然这男的渣，但偷拍偷查账也是个违法的吧？那咋了？事实胜于雄辩，这一笔一笔的可清楚着。
原告律师，请就证据的来源合法性进行说明，尤其关于明成科技内部财务报表的获取渠道是否经过合法审计授权。首先，原告苏婉晴女士提供了她的嫁妆给被告宋明书创业，这点可是你们自己承认的，对吧？而且苏女士主动提供她的嫁妆给宋明书先生创业，两人在家中的生活开销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苏女士的工资扶持。这里我们也衷心的感谢苏女士对这段婚姻关系的支持，对家庭的付出。也就是说，您慷慨的把您的嫁妆、工资和存款作为婚后夫妻共同财产使用。因此，苏女士作为明成科技初创资金的提供者，其嫁妆以入股的形式，在法律上具备隐名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关联。作为实际抽资人，我们有权查看公司各类文件材料。那只能证明资金来源，对公司而言，苏女士没有任何职权。其次，这些证据并非通过非法入侵获得，财务情况和400万的虚构合同是由该公司的离职员工出于良知，主动向监管机构举报并留存的公开调查备忘录。我方所有的证据获取过程均有公证处全程公证，完全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求。被告律师的质疑被驳回，原告证据来源清晰，逻辑链完整，本庭予以采信。被告及其律师是否有答辩意见？婉晴，既然你这么绝情，也别怪我。难道法官好，我方也要提交一份新的证据，请看。这是8年前苏婉晴亲笔签署的协议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她投入的嫁妆属于自愿赠与，且公司未来的所有收益，她都自愿放弃分割权。我靠，真的假的啊？竟然签过这种协议，这法官再同情他，法律也不支持吧？这女的当初是不是傻？这种协议也敢签？肃静！原告是否认可这份赠与协议的真实性？这份协议确实是我的签名。恋爱脑真可怕，好好的签拱手让人，这下彻底没戏喽。苏小姐，您可以先不用这么着急认下的。但是针对这份赠与协议，请见我方提交的关键证据。这些照片拍摄时间横跨整整8年，被告在婚姻期间长期与他人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存在严重的欺诈与违背公序良俗行为。被告在签署协议时隐瞒了其长期出轨的事实，属于明显的诱导与欺诈，该协议应属无效。太渣了吧，瞒了8年啊，这也太恶心了。你这是侵犯隐私！坐下，安静。我方再次对证据来源提出质疑。再次重申，针对被告律师刚才质疑的证据来源，这些其实是林薇薇女士亲手送给我的。谢谢你的成全。这段时间，林小姐可给我发了不少证据呢。苏小姐，这串项链足够买下你住的那间破房子吧？明叔说这只是个小礼物。这小三儿也太猖狂了，直接把证据往原配手里递啊！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男的装穷，女的炫富，合伙把原配当傻子耍。这些截图可是硬证，看着男的还怎么赖？请看大屏幕上的这组对比，这是宋明书口中负债的那几年。2023年冬至，左边这张照片是我在月租700、墙皮掉落的出租屋里拍的。当时我舍不得开暖气，裹着旧毯子，就着冷水吃一碗过期的方便面。
而右边的消费点是，同一个小时，宋明书正带着林薇薇在 SKP 的高级包间里签下这串价值80万的蓝宝石项链。他当时给我发微信说：“老婆，公司停电了，我得在办公室熬通宵，你早点睡。”太畜生了，这简直是杀人诛心！老婆在家吃过期泡面，他在外面给小三儿买几十万的项链，这男的良心被狗吃了吧？宋明书，你摸着林薇薇脖子上那串项链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正为了省下几块钱的地铁费，在雨里步行3公里回家？你看着我满手冰疮给你煮醒酒汤的时候，心里是不是在嘲笑我这个免费保姆真好骗？这8年，我以为我们是在并肩作战。他告诉我公司破产，我二话不说拿出全部嫁妆。他告诉我债主逼门，为了帮他还债，我发烧到40度还在打3份工，连一双磨损的鞋跟都舍不得换。我献祭了青春，献祭了家产，甚至献祭了那个还没来得及看世界一眼的孩子。当初你说签下这份协议，如果创业成功，你一定会报答我，如果失败，那么负债也与我无关。我信了。可现在，宋明书，你才是那个要置我于死地的人。不是的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难而退，不要离婚，回到我们的家。够了！你这种人，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，凭什么跟我谈价？丧尽天良！这死吧狗东西！肃静，请勿喧哗。被告方，对于以上证据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休庭30分钟，稍后进行最后宣判。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，足以证明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重大过错。依据有关法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准予原告苏婉晴与被告宋明书离婚，其共同财产的80%由原告苏婉晴所有。以上判决，双方可有异议？法官，我不同意。被告在婚姻期间持续大额的为第三人林薇薇女士消费，包括但不限于房产、珠宝、奢侈品等，总价值超过3000万元。我要求被告就这部分损失进行追回，并且额外赔偿。法官，这些钱是我自愿赠与薇薇的，是我个人。宋明书，需要我提醒你吗？法律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而你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，用我们的钱养了另一个人8年。苏婉晴，你不要太过分！那些钱是明书心甘情愿给我的，你凭什么？凭我是他法律上的妻子，凭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有我的一半。我同意赔偿。明书，你疯了！那是我的。薇薇，够了。不够！这个贱人现在离婚了，还想扒掉你一层皮，你不能答应他！那些钱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法警，请将扰乱法庭秩序的人员带离。宋明书，你说过那些都是给我的，你说过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你骗我，你们都骗我！被告是否坚持同意原告的赔偿请求？婉晴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给你买辆小车，不用再骑这个破自行车了。我同意。除判决书所列财产分割外，我愿意额外赔偿苏婉晴1500万元，作为这些年的补偿。议庭。婉晴，宋先生，钱记得按时打到账户上。好。现在你满意了？拿走那么多钱，你晚上睡得着吗？林薇薇，其实我应该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发来那些照片，我可能还拿不到他出轨的证据。这张床照是你亲自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没关系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只要明书在我身边就够了。那就祝你们天长地久。婉晴，婉晴，
我们能不能？不能。婉晴，我们能谈谈吗？法庭上已经谈完了。不是这些，是关于那晚的事。我后来仔细想过，那天我确实喝多了，但不可能完全失去意识。我怀疑微微在酒里放了东西。所以呢？所以，严格来说，那不是我本意，我没有实质性的出轨。宋明书，你觉得出轨的定义是什么？是必须你情我愿的上床，还是像你这样用我的钱给他买房买车，带他出席所有重要场合，让你的员工叫他老板娘，然后告诉我你们只是朋友？那些是什么？是补偿？是帮助？还是你享受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的感觉？我没有。你有，8年你每一天都在出轨。出轨的方式不是只有上床，还有把本该属于婚姻的忠诚和资源偷偷分给别人。如果你觉得委屈，可以去告林薇薇，告她给你下药，告她勒索，告她破坏你的完美婚姻。但别来我这里演受害者。婉晴，我只是想让你气消了，跟我回家。宋明书，我没有家了，从你把他带进我们生活的第一天起就没有。宋总，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很难维持这个新办公楼的租金了。明书，看这条项链好不好看？这个月已经买3条了。可这条特别配我新订的礼服，下周慈善晚宴我要穿的。你不想我成为全场焦点吗？看，我买了一条项链，结婚5周年，总不能什么都没有。这些虚的没什么意思。等以后有钱了，先等等。公司最近资金有点紧。资金紧？上个月你不是才融到资吗？项目出了点问题，新研发方向判断失误，没有产出，银行也开始催贷。薇薇，你能不能先把之前买的那些珠宝变现一部分，等周转开了，我再给你买更好的。宋明书，你让我卖我的首饰，只是暂时。暂时？那些都是你送我的，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去的道理？再说了，现在卖至少折价30%，你舍得？你说话呀！苏婉晴就不会这样。苏婉晴？你现在想起苏婉晴了？当初是谁跟我说跟她在一起只是为了报答恩情？是谁说等她帮你度过了难关就会离婚娶我？宋明书，别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。现在公司不行了，想起她的好了？可惜啊，人家现在看都不看你一眼，她心里早就没有你了，说不定还跟自己的下属搞上了呢。闭嘴！我偏要说，我告诉你，珠宝我一件都不会卖。不仅如此，下周的晚宴我还要带最贵的那套，让所有人都看看，你宋明书就算破产了，也亏待不了我。你放开我！宋明书，你疯了吗？薇薇，公司资金链断了，如果再不填上窟窿，我会被列入失信名单。你那些首饰、包包，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套公寓，能不能先拿去抵押救救急？等我翻了身，我一定双倍补偿你。救急？你是不是还没清醒？你以为我林薇薇陪你玩这8年，是真的图你那张越来越老、越来越虚伪的脸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已经没钱了，对我来说就没用。住手！周少就在楼下等我，你敢打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
人家家里是做实业的，比你这种靠吃老婆嫁妆发家的草包强了不止100倍。那是我的钱，是我买给你的东西。那是你心甘情愿赠予我的，宋总。法庭上你不是承认了吗？说真的，我以前还觉得苏婉晴可怜，现在我觉得她真是走了大运，终于甩掉了你这个自私自利又穷酸的寄生虫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失败者的腐臭味，你让我卖首饰救你，你配吗？宋总，苏总与您定好的下午的收购会，别迟到了。开始吧。这是我一手创办的公司，婉晴。宋先生，请签字。你是为了帮我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走投无路了，所以用这种方式。宋明书，我收购你的公司，是因为它还有核心技术值得挖掘。我不信，我们8年感情，你不可能说忘就忘。8年？是啊，8年。我用8年教会你一件事儿，怎么踩着我的血肉爬到你想要的位置。现在，我只是把学费拿回来而已。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我知道错了，婉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。好啊，那你也去经历一遍我经历过的一切，去找一个你深爱的人，为他付出一切，然后看着他用你的钱养别人，看着他为了别人推倒你，看着你肚子里的孩子因为他那一脚变成一潭血水。等你经历过这些，如果还能说出重新开始这4个字，再来找我。做不到，对吗？因为你爱的从来只有自己。快看，是苏总！听闻您的创业初期非常艰苦，甚至曾经在那样的环境里坚持了8年，是什么支撑您走到了今天？我要感谢那段日子，它教会我，一个女人可以为爱低入尘埃，但绝对不能在尘埃里烂掉。那些吃过的冷泡面，最后都变成了我披甲上阵的军章。宋明书，发什么呆呢？贵客到了，快滚出去干活！我操！你看那个车里坐着的，是不是苏婉晴本人？真的假的？那个首付？不可能吧？真的？你看这辆车，全程就只有他一个人有，直接首发空运过来的。麻烦洗仔细点，后备箱有点脏。好的。